破局者王一博，屡战封王，撕碎流量标签的硬核逆袭上海国际赛车场的天空总是变幻莫测，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似乎注定要成为改写剧本的末枝。当所有人都以为王一博不过是来赛车圈玩票的流量明星时，他却用一座 GT3AM 组的冠军奖杯狠狠地回击了所有的质疑。比赛结束的那一刻，聚光灯下的他不仅多了一块奖牌，更完成了一场从人气偶像到职业车手的身份蜕变。看着他在领奖台上举起奖杯，我不禁感叹，在这个习惯了用标签定义他人的时代，真正的实力往往是打破偏见最有力的锤子。这场胜利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耀，更像是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中国 GT 赛车竞争格局的层层涟漪，让人不得不重新掂量，究竟谁才是赛道上真正能打的硬角色。回顾比赛的进程，天气的突变成为了最大的变量。雨势来得迅猛，赛道瞬间变得湿滑难控，这对任何车手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起初，外界并不看好王一博的雨战能力，毕竟跨界车手在极端天气下往往容易暴露经验不足的短板。然而，他摩托车职业出身的背景，在这一刻成为了隐形的翅膀。摩托车驾驶对平衡感、极限感知以及反应速度的要求极高，这些肌肉记忆在四轮赛车上依然奏效。在湿滑赛道的大混战中，他并没有像新手那样慌乱，而是慢慢找回了自己的节奏。在我看来，这种跨界带来的天赋迁移是非常罕见的。它说明王一博对机械的操控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了对物理极限的本能理解。当其他车手在雨中犹豫不决时，他那种对速度的天生敏感，让他能够在混乱中捕捉到稍纵即逝的机会。比赛起步阶段，王一博的位置并不占优，甚至一度只能排在2、3名之间。按照常规逻辑，保守跟随可能是更稳妥的选择，但他显然没有按常理出牌。在弯道减速点的控制上，他展现出了惊人的精准度，即便是在积水严重的路段，也能保持稳定的油门输出。这种在失控边缘试探却又牢牢掌控局面的能力，展现了他对赛车极高的驾驭水准。这让我想起那些真正的顶级车手，他们与普通驾驶者的区别，往往就在于对临界点的把握。王一博在几次湿滑弯道中的反超尤为精彩，别的车手遇到下雨就缩手缩脚，生怕失控打滑，他反而越跑越凶。冲水坑、踩刹车、躲障碍，每一个动作都处理得干净利落，这种在逆境中激发的斗志，比单纯的速度更让人动容。随着比赛进入后半段，差距逐渐被拉开。当其他车手还在小心翼翼保胎、防守时，王一博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终拿下冠军。这场胜利的意义远超积分本身，他打破了 GT3 赛事中下雨就是豪门主场的潜规则。过去，人们总认为极端天气是老牌车队和资深车手的天下，新人很难有出头之日。但王一博用自己的表现告诉大家，赛场上没有固定的角色定位，只有不断突破自己才能走得更远。这一点让我感触颇深，体育竞技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而王一博恰恰是抓住了这种不确定性，将其转化为了自己的优势。以前他还处在适应期，需要时间去熟悉车辆和赛道，但现在这场胜利说明，他的心理素质和战术安排都已经跟上了节奏，不再是那个需要被照顾的新人，而是能够掌控比赛的领导者。单从数据层面分析，王一博在这场雨战中的表现堪称完美。即便练车时间相对有限，对新车也不算完全熟悉，但他在关键时刻的发挥稳得可怕。圈速基本维持在2分07秒左右，而在比赛最后阶段，他甚至跑出了2分03秒的惊人成绩。在雨天条件下，这样的圈速提升幅度是非常显著的，足以证明他在比赛后半程体能和专注力依然在线。作为一名观察者，我深知在长距离耐力赛中，保持圈速的稳定比单圈爆发更难，这需要极强的体能储备和专注力。而且全程他没犯什么致命错误，轮胎管理得当，没有失控打滑，执行力极强。这种零失误的表现，往往比华丽的超车更能体现车手的成熟度。毕竟，在赛车场上，活着冲过终点线，并且是第一个冲过，才是硬道理。这场胜利也让他拿到了积分榜上的主动权。之前领先的车队反而被逼到了墙角，因为大多数职业车手最怕的就是突然变天，而王一博偏偏在这种时候打得开。回顾他在巴黎、珠海、宁波等地的比赛经验，可以看出他越来越懂怎么应对湿滑路况，正在逐渐进化为一名雨战型选手。这种成长的速度是惊人的，通常车手需要数个赛季才能积累出的天气应对经验，他似乎在短时间内就领悟了精髓。这样一来，他
他在积分榜上的位置明显上升。原本大家觉得他就是个跨界过来玩玩的流量明星，但现在他已经成了真正能改变局势的人。如果接下来还能保持状态，那些原本压在他头上靠资历吃饭的老牌车手，可能就要反过来追着他跑了。这种以下课上的剧本，无疑让后续的赛事充满了看点。从战术层面来看，这次胜利让整个对抗模式变得更复杂。GT3 车队最头疼的就是极端天气下的突发状况，特别是在冲刺阶段。如果王一博这种打法成为常态，而对手又找不到有效办法对付他，那以后的比赛就不只是拼技术那么简单了，还得斗智斗勇。我注意到，这可能会迫使其他车队改变策略，他们不能再单纯依赖车辆性能，而必须更加重视车手在极端条件下的心理博弈。王一博的存在就像是一个变量，让原本公式化的比赛充满了未知数。对于观众来说，这绝对是好事，因为悬念才是竞技体育的生命力。当然，它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虽然这场比赛看起来很稳，但毕竟入行不久，经验还是短板，尤其是在极端天气里的应变能力还需要时间打磨。这场胜利更像是一个起点，能不能在更多困难情况下重复成功，还得往后看。从整体行业视角来看，王一博的成功对中国 GT 赛车来说是个不小的冲击。作为一个非传统背景的参赛者，他用实际行动撕掉了只靠名气的标签，给这项运动带来了新的看点。现在不少老牌强队也开始认真研究他，如果他之后还能持续发力，说不定真的会成为一个搅局的角色。我觉得这对于中国赛车文化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它证明了热爱可以跨越身份的鸿沟，只要你有实力，赛道就会给你公平的舞台。这种榜样力量可能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赛车运动，不再仅仅将其视为富人的游戏。未来的路肯定不会轻松，比如他能不能在纯技术流队伍面前守住优势，能不能通过更强的动力车型刷新纪录，还有整个赛季的心理压力能不能扛得住，这些都是未知数。更麻烦的是，万一哪天状态下滑，或者再次遇到恶劣天气失利，舆论很可能马上转向负面。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捧得越高，摔得越疼，这是娱乐圈的常态，但赛车场相对更尊重实力。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新篇章才刚开始。王一博靠着这场雨战翻身，不只是为自己争了口气，也是对这个行业的一次提醒。只要他继续沉下心学习，短时间内他的影响力只会越来越大。他手上的老茧是无数次握紧方向盘留下的勋章，比任何代言合同都更有说服力。以前把他当成花瓶的眼光，迟早会被现实打脸。毕竟能在赛道上掀起波澜的，从来都不是光有热度那么简单。最后，我想说，王一博的这场雨战冠军，不仅仅是一次比赛的胜利，更是一种态度的宣言。他告诉所有人，当你足够专注、足够努力，并且愿意在泥泞中摸爬滚打时，外界的噪音终将变成背景音。作为一名观众，我很期待看到他未来在更多赛道上的表现，不仅仅是因为他带来了流量，更是因为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年轻车手在职业化道路上的另一种可能性。无论未来他是继续高歌猛进，还是遭遇挫折，这段从被质疑到被认可的旅程，都已经足够精彩。赛车运动需要这样的故事，需要这样充满热血与反转的篇章，来点燃更多人心中的引擎。王一博的赛车之路或许才刚刚驶入加速带，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前方的弯道，他依然能飘出最美的弧线。